我老公林明下葬当天，小三抱着个孩子冲进殡仪馆，让孩子看他爸最后一眼吧。婆婆多年的偏瘫不药而愈，激动地站起来。我们林家终于有后了，谁敢不让我孙子进门，我就一头碰死在这里。亲戚们心怀鬼胎，神色各异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可是当亲子鉴定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这孩子居然跟我 DNA 吻合，也就是说，这其实是我的孩子。再三调查之后，我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此刻，房间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我的脸上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耳边还能听见亲戚们的窃窃私语，嘲笑、唏嘘、同情凝聚在一起，像一个耳光一样，扇得我头晕目眩。姐姐，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好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他这么小就没了爸爸，你可怜可怜他，不要赶我们走。这个自称是林明女朋友的女人跪在地上哭得可怜，孩子被吵醒，不安地在她怀里扭动。我仔细地打量孩子的五官，努力地想要找到这个孩子跟林明没关系的证据。我实在不愿意相信，跟我感情深厚、恩爱有加的丈夫，其实是个出轨、背叛婚姻的人渣。林明的姑妈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雪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但你跟林明结婚这么多年，也没给我们林家生个一儿半女的。要不是有这个孩子，林明不就绝后了？我要是你，就好好把这个孩子养大，这样林明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。一旁的亲戚纷纷点头赞同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是啊，小雪，你又生不出来，就把这孩子留下，当亲生的养，以后让他给你养老多好。孩子小不记事，你给这女人点钱打发走，不就完了？我气得浑身都在哆嗦，目光依次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看过去，没有一个人敢跟我对视，纷纷移开目光。这就是所谓的亲戚。这些年，他们没少打着林明的名义从公司捞好处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想与他们计较。看来倒是养出了一群白眼狼。你凭什么说这是林明的孩子？有证据吗？有，我之前生孩子的时候，林哥去医院给我签过手术同意书，孩子出生证明上父亲易兰田的也是他的名字。张兰从包里掏出几份文件递给我，上面的签名我再熟悉不过，是林明的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闭上眼，竭力忍住想要夺眶而出的泪水。签名算什么？又不是不能伪造。现在林明死了，烧成一把灰，你就是胡说八道，他也不能坐起来反驳你了。张兰西行几步，抓住我衣服下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孩子真的是林明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带孩子跟林明做亲子鉴定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指着装有林明骨灰的坛子，冷笑：你去啊，你拿着这捧灰找地方跟孩子做亲子鉴定去啊，就看到时候法庭上法官承不承认你的鉴定结果吧。法官不承认，我承认，这孩子就是我林家的种。今天谁要是赶他们出门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。婆婆刘美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，张兰听见她说的话，眼里又燃起希望。之前我怕她身体不好，万一伤心出什么意外，就让表嫂先把她扶到隔壁休息室休息一会儿。没想到她会突然出现，替张兰这对小三母女撑腰。可让我更震惊的不是婆婆的话，而是她居然能站起来走路。妈，你不是偏瘫了吗？怎么又能站起来了？婆婆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，但很快就拧着眉指责我：
还不是被你气的。当初黎明跟你结婚，我就不愿意。你这个人太矫情，大小姐脾气，就不是能持家过日子的人。但黎明坚持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，自己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想把我儿子唯一的孩子给赶出去。你是想看着林家还有我儿子绝后是吧？真稀罕，只听说过把人气病的，没听说过气人能把人气好的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刘美芳压根就没贪过，只不过是找借口让我伺候她罢了。也亏她能装这么多年，每天坐着轮椅，也不怕真的肌肉萎缩站不起来。婚前黎明就曾告诉过我，他母亲早年冬天掉进河里，落下过病根，身体不太好，希望我不要嫌弃。可直到婚礼见面，我才知道哪是不太好，压根就已经站不起来了，出行全靠轮椅。虽然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气黎明说话模糊重点，避重就轻，但婚已经结了，总不能因为婆婆刚结婚就离吧。再加上我自幼丧母，心里其实是渴望母爱的，因此刚结婚那段日子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把婆婆当成亲妈照顾，端水喂饭、洗澡、按摩都是我亲手做的。为了婆婆睡得舒服，最好的床垫、最贵的按摩机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全买回来。现在想想，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。刘美芳把张兰扶起来，拍了拍她的手：“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你放心，这就是我唯一的孙子，我们刘家的一切以后都是他的，还轮不到外人说了算。”说到外人的时候，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说完就急着去掀孩子的裤子。看到不是个孙子，他的脸上难掩失望。张兰面色涨红：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没能给林哥生个儿子。”刘美芳虽然脸色不好看，但还是安慰她：“女孩也行，总比有的人连个蛋也下不出来要好。毕竟儿子已经死了，哪怕是个女孩，也是唯一的指望。”我只觉得讽刺，这一屋子，活的、死的、老的、小的，跟水蛭一样趴在我顾家身上吸血，现在又露出这副嘴脸。刘美芳不是想要顾家有后吗？没那么容易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刘美芳跟看仇人一样，咬着后槽牙：“我儿子骨灰还没凉呢，你怎么笑得出来？你个毒妇！我就说我儿子身体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肯定是你害的他。”我眼神轻蔑地看向他，笑得越发开心。我当然要笑啊！黎明要是知道他妈居然蠢到当着他的骨灰替他认下个野种，怕是死都不安生吧？要不你们谁回家看看，林家的祖坟是不是已经绿得发光了？张兰神情慌张：“阿姨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污蔑我，这孩子肯定是林哥的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小雪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不能什么话都说呀，这样子会伤害到孩子的。哈哈哈！你们口口声声我不能生，可结果呢？是他黎明有问题，弱精症，生不出来。医院的检测报告还在家放着呢。”我眼睛通红，心里好像有一团火一样，烧得我五脏剧痛，急需要一个缺口发泄出来。顾小雪，你放屁！你这是污蔑我儿子好着呢，他对你那么好，你良心让狗吃了吗？眼看着林家的亲戚一个个眼神变了味道，刘美芳急了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别听这个贱人胡说八道，他就是眼红别人能生，故意造谣我儿子的。”我面色平静，一脸同情地看着他。如果真的是我的问题，那他黎明为什么不离婚？但凡是女方生不出来的家庭，有几个男的能不离婚？这下子就连黎明他姑都坐不住了，拉了拉刘美芳的袖子：“小雪说的也有道理哈，
咱养孩子归养孩子，但总得弄清楚是不是林明的种，总不能当冤大头不是。那到时候这家产不都便宜外人了？是啊，舅妈，这离医院又不远，去做个亲子鉴定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图个安心。刘美芳还在嘴硬，可眼神已经动摇。她犹豫地看着张兰怀里的孩子，一咬牙，做就做。顾小雪，这要是我亲孙女，你就给我滚出林家，这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孙女的，没你什么事。说完，一伙人簇拥着张兰和那个孩子，连一会的葬礼都不管不顾了，独留我一个人面对着林明的骨灰。刘美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讽刺：林明对我这么好，我良心都让狗吃了吗？对我真好啊，我给他钱，给他资源，让他进我爸的公司做事，照顾他生病的母亲，就连他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也给安排好了。他呢，居然背着我出轨，搞出私生子。面对这样的男人，真的很难有良心啊。我端起林明的骨灰，走进洗手间，看着灰白色的灰烬在马桶里旋转冲走，笑出了眼泪。这才是渣男应该待的地方。外面的桌子上有小孩喝的奶茶粉，我撕开包装，全都倒进了骨灰盒里，走出房间，找到工作人员，让他们尽快把骨灰盒下葬。一想到以后每年清明节林家的人要来祭拜一盒香飘飘，就觉得痛快。就让这些人渣白眼狼手拉手绕地球一圈吧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联系了搬家公司和家政公司。等我到了的时候，房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我的东西全部打包装在一起。至于林家母子的，我直接加了点钱，让师傅给送到垃圾处理站。这个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结婚时林明穷得叮当响，房子、车子，甚至办酒席的钱都是我出的。现在正好，他们母子拎包入住，也拎包滚蛋吧。刘美芳居然好意思说林家的东西，他们林家有什么？出轨的男人和不要脸欺负儿媳的女人，可真是传家宝呀。离开的时候，我把房子的密码换了，门口的备用钥匙也收起来了，交代物业把林家所有人出入这个小区的权限给删了之后，让他们帮忙把这套房子给挂出去卖了，省得看了恶心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就搬回了顾家别墅。爸爸出差去了国外，还没回来，行李有保姆收拾，我把自己埋到被子里，只觉得非常的累。先是经历了爱人的突然去世，然后冲出来个女人告诉我，你老公出轨了，还有一个私生女，瘫痪多年的婆婆是装的。她不光接纳了小三母女，还想把我赶出去。这一天活得跟做梦一样。亲子鉴定的结果我心里有数，林明没有无精症，我不过是故意恶心刘美芳的。我妈妈是因为生我的时候难产，伤了身体，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导致我一直对婚姻生育是有恐惧的。当初林明追求我，我对他没什么兴趣，为了让他知难而退，我说自己是个坚定不移的丁克族，想娶我的男人必须做结扎才行。当时他的脸上是有犹豫和抗拒的，我心里暗自得意，看吧，男人的爱只停留在嘴上，真的让他们付出行动的时候就退缩了。所以当林明消失1个月之后，拿着做结扎手术的缴费单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带给我的震撼是无限大的。居然有人能愿意为我做到这一步。也正因如此，当他再次向我告白的时候，我没有拒绝，而是选择相处一下试试看。之后就是顺水推舟的见父母、结婚。现在看来，那所谓的缴费单恐怕也是伪造的吧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处心积虑的接近，
不惜伪造结扎证明也要娶我，为的都是我顾家的家产。林明，我把这2个字用牙齿碾碎，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多年婚姻不过是一场早有预谋的骗局，这叫我如何不恨？好在老天爷开眼，他林明费尽心机筹划这一切，还没成功就被车撞死了。不过他妈林家那些吸血虫亲戚我也不会放过，拿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又上了厚厚一层遮瑕盖住眼皮的红肿。我开车去了公司，直奔人事部，把所有跟林副总有关的人员名单都找出来，他介绍来的，他的亲戚全部拿给我看。人事动作迅速，很快就拿来厚厚的一叠资料。我大概翻了翻，怒气更甚。林明还真是把公司看成他的东西了。不过3年时间，居然往公司安插这么多的人，小到仓库管理员、门卫、保安、清洁工，大到管理层、销售部经理。林家的7大姑8大姨，全家都跟着鸡犬升天。这些人仗着是林明的亲戚，在公司胡作非为，上下班想不打卡就不打卡。公司的办公用具，就连茶水间的咖啡茶、厕所里的卫生纸，都大包小包往家里拎。林明的堂哥林朝更是出现过骚扰女下属的行为，但都被林明给压了下来，没有处理。我把名单往桌子上一拍，压着火气开口，让人事部的所有员工都加个班，按3倍工资算，把这名单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开除。对照公司的管理制度，一条一条算他们的违规违纪行为，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，请律师依法索赔。总之，下周1上班的时候，不要让这些人再出现在公司。人事部的员工平时没少受这些皇亲国戚的气，此刻高兴地工作起来，效率飞快，应该是收到了辞退通知。林家的亲戚一个接一个的给我打起了电话，尤其是林朝，我不接就一直打，不到10分钟打了6个。第7次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按下了通话键，总得让他知道该恨谁吧。电脑上显示着之前房子门口的监控录像，刘美芳带着林家的一堆亲戚正在砸门，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后面拼命地阻拦。弟妹，我刚刚怎么接到人事的电话，要把我开除？怎么回事啊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平常待你不薄啊，总不能我弟弟刚死，你就翻脸无情吧？林朝的声音焦急地响起，我嗤笑一声，重复他的话，不薄，一家人，这个公司姓顾，我是他的合法继承人，为什么要花钱雇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在公司呢？你与其给我打电话，不如去问问你妈说了什么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刘美芳，真是好婆婆、好伯母。林明刚死，就劝我把他的小三和私生女接进家门，好好照顾。你们林家的好，我可承受不起。说完，不理电话那头的反应，直接挂断电话。监控里，小区的保安已经跟林家的人扭打在一起。我拨通了110，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，还动手打人。1个小时后，我带着下载到手机上的监控录像赶到了派出所，身后跟着顾氏集团的私人律师，物业的工作人员一脸的狼狈，见到我来面带歉意，不好意思顾小姐，他们人太多，硬往里闯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没关系，不是你们的责任，你先走吧，这里我会处理。麻烦替我转告受伤的员工，他们的医药费全部由我承担，并且额外每人补偿5000元。派出所里，林家的亲戚挤在大厅一角的长椅上，见我进来，一个个怒容满面，七嘴八舌地骂了起来。刘美芳急着冲向我，
被警察给拦住了。他伸出手，发后变黄的指甲差一点戳到我的脸。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不守妇道，不孝顺长辈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警察同志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我儿子就是他害的，他还要把我这个婆婆给赶出去，霸占我家的家产，把他抓起来，枪毙！警察事先跟我在电话里已经了解过大概情况了，只警告刘美芳不许大吵大闹、撒泼打人，并不理会他的胡言乱语。刘美芳一拍大腿，坐在地上哀嚎：“大家快来看看呐！不孝的儿媳妇要赶婆婆出家门，睡大街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天天躺在家里指望我儿子养活。现在把他害死了，还要来害我呀，没法活了。儿子，你把妈跟你女儿一起带走吧。”不一会儿，旁边就围了好一圈人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都挡不住人们一颗想八卦的心。刘美芳常年坐轮椅，不运动，导致脸色干枯发黄，这会儿配上这小词一哭一喊，还真衬得一旁妆容精致的我有那么几分恶媳妇的味道。有吃瓜群众看不下去了，跳出来指责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？她再怎么样也是你婆婆，是长辈，太不像话了。这老太太看着可真惨，摊上这么个儿媳妇，儿子又死了，一个人带着小孙女怎么活呀？警察同志，把她抓起来教育教育，孝顺长辈是中华传统美德。眼见着有人支持自己，刘美芳越发卖力，她跑过去抱起张兰怀里的小孩，把孩子摇醒，抱给围观的群众看：你们要替我做主啊！有这么狠心的人吗？这孩子才这么点大，爸死了，房子被人占了，要跟着奶奶睡大街吃苦哟。孩子还不知道自己被人拿来当挡箭牌博取同情，猛地被人摇醒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怀抱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出了一脑袋的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虽然恨死了林家所有人，可对这个林明出轨弄出来的私生女却生不出厌恶。看她哭得这么伤心，心里还有点不舒服。老人、小孩、儿媳抢家产，老公突然去世，这么多关键词一下点燃看客的情绪。有几个年纪大的阿姨看我的眼神恶狠狠的，懒得再看刘美芳跳大神演戏。我拍了拍手，从包里掏出个硬币丢出去：演得不错，比现在电视上那些明星爱豆都强。你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心怎么那么狠呢？那是你婆婆，就算不为她，你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在乎吗？我看向说话的阿姨：谁告诉你那是我女儿的？她刚才不是骂我生不了孩子吗？阿姨也懵了，问刘美芳：大姐，你不是说这是你儿媳妇吗？你怀里的是你孙女，他们两个不是母女，那又是什么关系？刘美芳吞吞吐吐说不出来，只一味地指着我妈：你们别被这个贱人给骗了，她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，最会骗人。我儿子当初就是被她给骗的，现在才年纪轻轻地丢下我们走了，他是杀人犯。这下子旁边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？连个关系都说不清楚，肯定有鬼。你说不出口是吧？我替你说。顶着刘美芳和张兰慌张的眼神，我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复述了一遍。就是这么回事，他儿子林明是我前夫，他怀里的也确实是他亲孙女。我跟林明结婚3年，这孩子不到1岁，可不是我的孩子。别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至于所谓的家产，全部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这些人私闯民宅，破坏我的财产，所以我才报警来的派出所。被所有人指责鄙视的变成了刘美芳。刚刚说话的大姨气得直喘气：你才是最狠的那一个呀！
差点我们都给骗过去了。你儿子在外面乱搞，还生出私生女，能养出这种儿子，你怎么好意思骂你儿媳妇的？要我看，他儿子死了就是活该，都是报应。娘俩没一个好东西。刘艳芳听见有人骂他儿子，气得破口大骂，但双拳难敌四手。林家的人早在最初吵起来的时候就远离了包围圈，他一个人只有挨骂的份儿。最后还是警察看刘艳芳气得手指头直哆嗦，上前把那些围观的人都给劝走了。张兰上前接过孩子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就见他很小心地捂着孩子的脸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的律师提交了监控录像和房产证明，按律林家的人要被拘留至少1周。等他们出了看守所，我会再向法院提交申请，让他们赔偿我的损失。侄媳妇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都是你婆婆让我们干的。小雪，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算老姑看错你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亏我还想让我儿子认你当干妈呢，你这样以后死了烂家里都没人埋。我眼神冰冷地看向说话的人，刘美芳的侄女被我这么一瞪，缩着脖子退后几步。干什么？你还想打人不成？这里可是派出所。我忽然一笑，把他们都给看愣了，伸着手指一个个递点过去。大表嫂的包、鞋，还有里面的裙子，大姑的金手镯、耳环，还有你之前说要给女婿买车管我借的3万块钱。对了，表姐，你儿子之前划了我的车，补漆花了7万，当时想着都是亲戚，就没管你要。现在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就限你3天之内还给我。要说之前还是小打小闹，林家人没当回事。这次我管他们要回东西，可是从他们身上往下割肉，所有人肉眼可见的变了脸色。黎明表嫂耷拉着眼皮，语气不乐意的开口：小雪，不是表嫂说你，再怎么你也是林家的媳妇，既然嫁过来，那你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林家的？给亲戚们送点礼物，还能再往回要？送？我要没记错，这些东西可都是你们抢的吧？但凡你们谁登门，走了之后，我都要少几件衣服、首饰。之前不想与你们计较，但现在1分不少地都得给我还回来。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爱记账，所有的东西发票都还保留着，不还的话，那就一起告了，到时候累计起来还能多判几年，你们这一家子也能在狱里团圆了。黎明既然已经死了，那我跟他的夫妻关系自动解除。你们要攀亲戚找张兰，别找我。恶心！所有在我顾家公司上班的，全都给我滚蛋！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还想劝我养小三，我让你们1分钱都捞不着。我每说一句话，这些人的脸色就更绿一点。真想拍下来回去慢慢欣赏，剩下的事就交给律师处理。我转身就走，再看他们一眼都要吐出来了。身后又骂起来，但这次挨骂的是张兰和刘美芳。林家的人把所有的事都怪到他们头上，害自己丢了工作又得赔钱，狗咬狗罢了。就在我即将开车的那一刻，张兰跑了出来，披头散发地挡在车前。我有一刻是真的想开车撞上去，但只是想想，总不至于为了这种人赔上自己后半生。想死就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别在这里恶心人。我摇下车窗，丢下这句就准备离开。张兰扑过来，死死地扒着窗户，把孩子从车窗缝往里面塞。顾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个孩子我还给你，你把他带走吧，我养不活他。你疯了吗？你的孩子塞给我干什么？你是有多蠢才会觉得我能养你和林明的野种？
她不是野种，她是你的亲女儿。不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张兰生怕我开车走了，急得什么都顾不得了。身后追出来的林家人和我同时愣在了原地。我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。张兰说什么？我的女儿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压根不可能的事。可第六感却疯狂阻止我踩下油门离开。5分钟后，我带着张兰和孩子去了检测机构。我花了3倍的钱，让他们尽快给出结果。检测人员采集了我和那孩子的毛发，走进了实验室，隔着厚厚的玻璃窗，看着他们把样本放进仪器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结果。虽然非常疯狂，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张兰抱着孩子，小心翼翼地问，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。如果你敢隐瞒我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让你这辈子都活得痛苦。兴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吓人，张兰被吓出了眼泪，捂着嘴不敢哭出声。在她的叙述下，我知道了让我毛骨悚然的真相。这一切早在结婚之前，林明就计划好了。我的条件：有钱、独女、蠢，简直是吃绝户的不二之选。他跟张兰其实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为了攀高枝，他甩了张兰，费尽心思的刻意接近我。但没想到，我受家庭影响，是个不婚主义和丁克族，既不想结婚，又不想生孩子。黎明觉得不管怎样，先把婚给结了，至于孩子可以再想其他办法，找人代孕，有钱怎么都行。那张结扎手术单其实是真的，不过当时黎明是再三确认过以后可以复通才去做的手术。谁想到老天有眼，复通手术失败了，黎明彻底没了生孩子的可能。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结婚1年半的时候，黎明有一次出差回来，心情特别沮丧。那几天谁都不敢惹他，保姆说话声音大一点都要被他骂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黎明颓废了一段时间后，又想出了另一个歪点子。他大学的时候为了钱去捐过精，黎明砸了好多钱，找到自己那份，准备做试管婴儿。精子有了，还需要卵子，毕竟让我怀孕这条路行不通。我对避孕措施要求极其严格，哪怕黎明做了结扎手术，也没给他任何钻空子的机会。就这么等了半年，终于，我因车祸意外受伤，需要入院做手术。黎明特意把我转去了他朋友的医院，花钱买通了医生。在做腹腔手术的时候，悄悄从我身体里取了些卵子，等到做完手术，车祸带来的痛苦就可以把取卵的痛掩盖过去。神不知鬼不觉，本来他是准备去国外找人代孕的，可一次出差让他重新遇到了张兰。当年黎明对张兰不是没有感情的，可是对财富的渴求盖过了两人的爱。现在2个人重新相遇，黎明觉得再没有比张兰更合适的孕母了。他把计划告诉了张兰，并许诺等孩子出生之后，就想办法除掉我。到时候他凭着孩子继承顾氏集团，就会娶她，他们一家3口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急忙跑到垃圾桶旁吐。明明是盛夏，我却冒出了一身冷汗，牙齿都在打哆嗦。如果黎明没有突然出车祸，那么这个计划就有可能顺利实施。到时候我死了，爸爸的身体不好，黎明就真的可以凭借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霸占顾家的公司。我原本以为黎明他只是出轨，可没想到从3年前开始，他心里就一直盘算着怎么让我死。哈哈哈，我真是个蠢货，居然被这种人蒙在鼓里，差点害了爸爸，毁了顾氏。
哈哈哈哈！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临明机关算尽，结果就差临门一脚，被车撞死了，有点后悔，把他骨灰冲马桶里，便宜他了，就应该拿去喂狗。再看那个孩子，我的心情复杂万分，这居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在我完全未知的情况下，她来到这个世上，已经这么大了。就在之前，我还一口一个野种，私生子的叫她。张兰见我看向孩子，一把将他塞到我怀里，你把他带走，本来也不是我的，要不是林明说有钱拿，我才不会替他生孩子的。现在他死了，他妈跟个泼妇一样，到时候再赖上我一个人带个孩子，再拖着他妈，日子怎么过呀？说完生怕我反悔，一溜烟就跑了。我四肢僵硬地抱着孩子，他也不哭，就这么睁着黑葡萄一样的眼睛，软软地看着我。我的心里好像被羽毛刮过一样，痒痒的，又有点酸。其实想想，我也不亏。本来不要孩子是怕生孩子痛苦，可现在不用我生，白得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又不是养不起。检测报告很快就送了出来，结果不出所料，这就是我亲生女儿。来的时候内心忐忑不安，走的时候更猛了，晕乎乎地抱着孩子，每一步都跟踩在云彩上一样。过了短短3天，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事实。血缘关系是很神奇的，每天把小小的一团搂在怀里，心就软得一塌糊涂。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，我没有再找张兰的麻烦。不过林家这些人我是不会放过的。他们被拘留7天之后，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、发票、录像、录音，证据齐全。很快，法院就作出判决，让他们归还我的贵重物品，物品损耗的按市场价做出补偿。本来到这里我就懒得跟他们再纠缠了，谁曾想这些人自己作死，在刘美芳的带领下，跑到公司门口拉横幅，骂我抢人孩子，欺负婆婆。秘书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小葡萄做排气操，听完秘书的话，只觉得烦躁。刘美芳这种人就跟苍蝇蚊子一样，杀伤力不大，但在你耳朵边嗡来嗡去的，实在烦人的很，不如一下子把她拍死的好。我让律师去找出之前买给刘美芳的保险，当时因为她装偏瘫才给她买的，花了不少钱。黎明死的前1个月，刘美芳收到第1笔保险收益，也就是说，刘美芳已经构成骗保行为。我把所有证据提交给保险公司，他们很快提出诉讼，刘美芳被判了3年。也就是这件事让林家意识到，我真的狠得下心收拾他们，所以很快想办法凑齐了赔我的钱。后来刘美芳因病取保候审，这次是真的瘫了，她还托人给我带了口信，希望我能原谅她，把她接回家照顾。我让中间人转告她1个字：滚。葡萄4岁的时候，我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，带着爸爸和女儿环游世界。什么林明、张兰、刘美芳早已抛之脑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